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7月15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参加王健美日观察直播1的节目。我们今天有3个主题，第一个是美军专机突降台北引发的猜测第二个是大外宣怎么变成了内卷，第三个是中国经济上半年的表现以及下半年的展望。那么我们就讲讲，先讲这个美国的飞机美国一架 C-146A 型的行政专机7月15号上午降落在台北的松山机场，大约停留了10多分钟就又飞走了飞回去了。那么这架飞机呢，型号叫 C-146A 这个行政专机，它看上去就像一个普通的这个私人飞机那么没有美国空军的这个徽记。然后军机停靠之后呢，这个美军官兵就从飞机上下来，然后机场有一个人上去跟他们聊了会天，然后就飞机上的下来了7、8个人然后就在这里交谈。这个交谈呢就很像什么呢？很像 photo call 我们就讲那个会谈的时候会有个 photo call 给大家拍照然后过了10几分钟，谈完了，飞机就飞走而且呢，它这个专机是从这个冲绳日本的冲绳机场飞到这个松山机场那么然后台湾松山机场的这个航空指挥引导降落，然后它没有停到这个主要的停机坪那么停留了10几分钟大概是这样。台湾空军说，这架飞机的相关作业并非由空军的松山基地负责，台湾空军也没有和这个飞机有所接触。台湾的苹果日报报道说，这个专机的任务是交付一个包裹，给美国在台协会，就是 AIT 当然，你可以看这个行动呢，很像一个什么呢？很像像是一个邮差就是从这个过程来说，像一个邮差那么，但是中国大陆这边的反应很强烈国防部的新闻发言人吴谦说，对于美军军机降落台湾表示严重关切。他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任何外国飞机降落我领土，必须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许可。任何外国舰机擅闯我领空的行为将引发严重的后果。他说，我们正告美方切勿玩火，立即停止冒险挑衅行径，不要向台独分裂势力释放错误信号，避免加剧在台海制造危险紧张局势。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强大能力然后国台办讲了说，坚决反对美台之间任何形式的军事勾连，坚决维护主权安全那么现在他们用勾连这个词汇那这个是大体上这件事情是这样。那么去年的8月份，美军有一个电子侦察机型号是 EP-3E 电子侦察机从台湾本岛起飞什么时候降落都不知道，但是飞走了，被发现。然后当时的环球时报发表社论说，如果有美国军机在台湾境内直接起降，台海战争将就此打响。这个话很能想结果到了今年6月初，3名美国的参议员就是3名美国参议员，一个是伊利诺州民主党的参议员这个达克沃斯，还有一个就是阿拉斯加的参议员沙利文和特劳华州的民主党的参议员这个库恩斯搭乘一架这个美国空军现役的这个 C-17A 战略运输机，非常大那个战略运输机飞到台北，访问3个小时，闪电就走了。他在那宣布美国支援
美国会向台湾捐赠这个疫苗，但是他其实没有带疫苗来，但是做了一架战略运输机，从韩国，他是从韩国飞到了这个台北啊。那么当时的情况是什么？当时的情况是中国外交部用通常的表达说表示不满啊、抗议啊，但是他没有讲一定关键的一点，什么？就是这3名参议员坐的这架飞机是美国现役的战略运输机，其实就是军用飞机啊。那么这个没有讲，他没有就这一点做出特别的指出。当然他不是忽略的，他是故意的。因为环球时报之前讲，你说这个如果美国军机直接在台湾起降，就打仗，结果别人台湾起降，有没有打仗？当然没有打仗啊。那这个所以中国网民自己也在那嘲讽，我们的底线是什么？我们的底线就是毫无底线大概是一个这样的事儿。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大概是这样。那现在的问题来了，这件事情到底是件什么样的事情啊？一架美国军机，但是这个军机呢，看上去又不像军用飞机，很像民用飞机，没有美军的这个 Air Force 的这个徽号和名称都没有啊。然后飞到了台湾，交给 AIT 一个包裹，然后就飞走了，这个有点奇怪。然后这个如果是它仅仅是一个信使的话，那么有什么样的包裹需要用这种方式啊？一般来说，美国的行政系统使用的这个运输系统，基本是 FedEx 啊，那么联邦快递是美国政府行政系统用的最多的一个运输方式。如果是一个重要的文件如果是个重要的文件，当然应该由专人去送这个文件。如果是个物品，那你想一下，这会有什么样的物品需要用一架专门的行政飞机去送？当然是非常重要的物品。这个物品有多么重要，没有人知道。这是一种可能性，就是说，这架飞机真的是要送一样东西去台湾，交给 AIT 美国在台协会。当然，这件东西事关重大，否则不会派一架军机去。这是一个可能性。那么，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可能性。另外一个可能性是什么？它可能这个只是一个假象，美国只是想做一个这样的动作让它发生。这有点像什么？这有点像这个6月份的这个3名参议员从这个韩国去飞到这个台北，专门用什么呢？专门用这个军用飞机、战略运输机去送他们去，因为他完全没有，就3个人，他里面也没有疫苗，他完全不需要用一架军机去，可是他专门就用了一个军机送了3个参议员去，3个参议员又不好说，为什么？因为他不是政府官员，但是他又是参议员，参议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所以这件事情基本上中国大陆也没办法讲，为什么？因为他到那里去宣布我们送疫苗去，你能说啥？这个基本上咬不上。那么这次也很奇怪，这次是一架军机飞过去，但是军机其实是一个非武装的军机，而且你看不出来它是现役的军机，但是他下来的人呢，又是一群穿了军服的人，你一看这就是美军，所以这是不是一种试探？这种试探就是让你慢慢的习惯或者让你慢慢的习惯什么呢？习惯我们会有飞机飞过去，这会不会是一种这种策略？这有点像什么？这就像中国大陆中国大陆它经常派飞机飞到台湾的航空识别区飞一下然后飞回去，飞一下飞回去，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让你习惯我有飞机在这里飞。那美国是不是也在做这样的动作？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实在是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派一架飞机去送一个包裹，然后就飞回去，然后停留了10几分钟就走了。
这件事情从常理来说，没什么这样的常理，因为物品你可以用包裹来寄，有这么重要的物品也不需要这么高调，就算是真有一个物品，也没必要这么高调，它完全可以，它完全可以做到让你不知道，但是它让你知道，让你知道不是因为它不小心被你发现，而是它就是要让你知道。大概就是一件这样的事情，这个可能性是两个可能性都存在啊。它反映了什么呢？反映了美国现在的态度，就是什么意思呢？那我们定了一个中国的政策，我就沿着这一个中国的政策，我不过线，我沿着这个边上不断的在走，在走的过程当中呢，我不断的做很多，大家要知道，政策嘛，我只要说得过去就行。你比如说，美台之间的贸易谈判开始，我就专做这些有实质性影响的东西。美台贸易谈判非常重要，影响非常的大，这有实质性的东西，我照干。然后向台湾送这个疫苗，我照送啊。这个疫苗一送过去，那把国民党的脸打得啪啪响。所以这基本上反映了美国现在的策略，就是我不把这个事情搞得太高，但是呢，我该做的事情全做。这是什么？这就是那种昨天我们讲的非对称性的策略，采取一种非对称性的策略，让你没话讲。你讲呢，你就讲呗，反正你没有民意，没有民意做动作啊。而今天发生一个这样的突发事件，我们回应一下啊，这第一个。第二个，大外宣怎么变成内宣的啊？这个话题是怎么来的呢？这个话题是全球化智库叫 CCG 啊，14号举办了一个研讨会，叫中国新叙事研讨会。这个研讨会呢，这个中国的一些学者在说了一个话，说了一个什么话题呢？就是大外宣。大外宣怎么现在变成了内宣？这个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叫楚英啊，楚英他说了一段话，我就把所有的前因后果全部删掉，就把他的原话弄出来，然后我们再来分析一下关于大外宣这个。他说呢，他这么说，他说随着民族自信心的提升和宣传方式的改变，中国正在形成一个奇怪的外宣内宣化的现象啊。他说宣传这个内宣化的结果是什么呢？它的造成的效果是宣传对象不明，造成投入大量的金钱做外宣，结果只在国内产生效果啊。那么所以呢，他认为对内对外这个应该有两套不同的标准，但外宣内宣化之后，这两套标准变成了一套标准，出现了内宣标准来要求外宣，或者在外宣传播过程当中，内宣的技术标准成为主打力量的情况，他描述的一个这样的现象。他说这种现象呢，造成了宣传对象的混乱，比如说中国的外交官的发言，或者是中国专家的发言，或者中国学者的发言，他们在叙述一个中国的故事的时候，他很难区分到底是说给国外受众听的呢，还是说给国内听众听啊？那么外宣内宣化同时和这个网络自媒体结合发展，形成了外宣的民粹化的趋势。所以一些专家也好，外交人员也好，为了迎合这种情绪，他就降低专业标准，最终让这种外宣策略被国内的这个网络情绪控制，因为他要照顾他情绪。他说这个楚英说，他说中国并非不能够采取斗争的姿态，但是要去说服的并不是战斗的对象，而是第三方。就是说你跟他吵架，其实你并不是说把对方吵赢，其实你核心的叙述目标并不是对方，而是第三方啊。就大家知道的，这个中国人吵架都是讲给旁边人听的啊。他说就如辩论比赛，从来都不是要驳倒对方啊，而是要通过辩论向听众
向评审展示自己对问题的理解啊。但是呢，实际上是什么呢？实际上，在这种战斗的环境当中，中国能够争取到的第三方非常少。他说，这个一个崛起的大国，吃相和姿态非常重要啊。他说了一段这样和这个大外宣有关的这个现象。那我很感兴趣，我们今天也来分析分析。另外一个叫北京语言大学的研究院的研究员叫寿慧生啊，他也说了一段话，他说大外宣是把自身的意志强加于人，这种情况下难以实现真正的国际传播与交流。他说大外宣压制了一种行政主导的自上而下的模式，把外宣内宣化，实际上压制了真正的交流和沟通。这个话肯定就没有意义，因为外宣根本就不是跟你沟通啊，它就是灌输啊。然后大家还记得5月31号这个中共中央的这个政治局的集体学习啊，习近平就讲了这个外宣啊，讲外宣，他说要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然后营造有利的外部环境啊，外部舆论环境。外宣要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大概就是一段这样的话，这都是整个的背景。好，我们来讲讲外宣。外宣是我关注的一个很重要的领域啊。我们把它分成3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我们来讲讲对外宣的分析啊。外宣呢，实际上有3条战线，中国的对外宣传啊，有3条战线。这哪3条战线呢？第一个叫公共话语。公共话语是什么？公共话语就是一些外交人员、一些学者，甚至一些媒体从业人员，甚至自媒体等等，他们在美国或者在西方的公共场合发表一些言论啊，对公共话语体系形成影响啊，就他可能去接受这个 CNN 的采访，或者是接受当地媒体的一个采访，它就是公共话语啊。那么以中国官方的身份出现在这些西方的媒体当中，就叫公共话语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叫舆论控制。舆论控制通常是什么？通常是大 V 啊，就是那种隐藏在自媒体平台上的各种代表中国利益的大 V。这些大 V 他在关键的时候发表一种舆论导向的这个作用大 V。 还有什么五毛当然就是在 YouTube 平台，在 Twitter， 在这个 Facebook 有非常多的五毛，他们的任务是什么？控制舆论。大 V 也是控制舆论。还有一种技术层面，我们叫新闻农场。新闻农场你会看到一个完全没有访问量的这个网站，很多网站，非常多的网站，包括有一些推特上的账号，包括 YouTube 上的账号，他们就在通过这个海量的发布这种信息，这些信息当然是他们已经编辑好的信息，你可以看到在无数的账号上发同样的信息。这是什么？这叫内容农场。这种内容农场的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控制舆论，形成一种舆论的这种氛围啊。基本上这是一条隐秘的战线啊，我们叫舆论控制。第3个就是大外宣自己直接跑到，比如说 CGTN 就是大外宣。那么美国侨报就是大外宣，他就是用他官方的身份出现在西方世界啊，那直接切入到用电视、报纸、网络、网站各种方式切入到西方社会当中去。基本上它有这3条战线啊。那么现在的情况，大外宣的情况是什么？现在大外宣的情况受到重创啊。为什么？原因是因为中国和西方国家的这种关系的破裂。西方国家开始慢慢的明白一个道理，什么道理呢？就是中国官方的语言都是骗人的，撒谎，就是他们撒谎成性，这件事情已经被西方国家认知了。所以呢，以官方身份出现在西方
西方社会，包括我们讲的是公共话语也好，包括这个官方的媒体也好，只要你是有中国官方的身份，就不被相信，就不被相信，你讲什么话别人都不信。那你讲的话不信，你讲的话没有用，就没有意义了。所以呢，它就失去了什么呢？是这个公共话语失去了功能，然后新闻媒体也失去了功能。虽然它只有一个功能，只保留了一个功能，就是把声音说出去，但是没有人相信，但是声音还在，它只剩下了一个保持声音的一个功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唯一发挥真正有影响力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刚才讲舆论控制，舆论控制它还在做啊，在做，但是舆论控制它的话语控制范围在大大的缩小。为什么？你现在看一下那些在 YouTube 上面或者是在这个推特上面的这些大 V， 他还得很小心，他有些话呢，他得往回收。为什么？因为中国官方的这个生意已经没有人相信了，他得跟中国官方保持一定的距离，所以它的这个功能是在收缩的啊。所以你基本上来看，去年前年到现在，你可以看公共的这个平台上面，这些亲中的这些大 V 们活跃度是在下降，而且他们话语的范围也在收缩。为什么？因为他考虑效果，因为他跟这个中国官方的这个声音是不一样，他还得保留他的保护色，这个保护色很重要。如果他连保护色都没有了，那不是更完蛋？所以这个问题大体上是这样。所以大外宣本身这1年到2年，我们看得比较清楚的是，这些大外宣、这些大 V 们，也包括这些五毛。你比如说咱们这节目啊，我们的观众大量都已经非常清晰五毛的套路，只要五毛上来一发言，马上大家群起而攻之，拍都拍死了。所以基本上他们的效果就不大理想，不大理想。这是第一个，就是关于大外宣我们的一个描述。那么大外宣操作上，它其实是发生了变化啊，发生了变化。那么原来的大外宣，它有一套独特的话语体系，就是原来就中国大外宣，其实中共搞大外宣不是这1-2年的事情，是搞了几十年的大外宣，大外宣一直在搞。中共建政之后就在搞大外宣，一直在搞大外宣，所以它有一套独特的这个话语体系。它话语体系包括什么呢？包括对象，你说给谁听？它有一个独特的设计方向啊，比如说说给海外华人听啊，说给美国政界听，说给美国媒体听，它有一个独特的这种话语体系，包括对象，它设计好了不同的对象，能够产生影响的对象啊，这是第一个对象。第二个表达方式，它这个外宣的表达方式，它通常是比较柔和啊，比较不会那么这个 hard selling 啊，就是不会那种硬销式的，都是比较下毛毛雨的方式，它会讲究这种表达方式。那么还有一个呢，是它会制造一种特殊的语境，而且有针对性的语境。你比如说，对海外华人，他就针对什么呢？针对乡土情啊，针对文化呀，针对这种中国人的这种特殊的这种诉求啊，亲情诉求啊，乡土诉求啊，文化诉求，哎，他是这个。他比如说，他针对这个美国的这个商界啊，做生意的，讲中国市场啊，讲怎么挣钱啊，讲这个中国政府怎么保护外国投资者，他每一个对象，他制造不同的语境，控制他的叙述方式频度。所以大外宣其实是一整套方案，它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操作，不是的，它有一整套方案。这是第一个，它是奔着解决问题去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为什么会发生改变？发生改变的是什么？发生改变的就是中国的这种影响力开始增加，影响力开始增加，而且什么呢？而且
越是往后，大家可以发现，中国政府的这个对事情的对结果的要求就越来越高，越来越高。大家知道，大外宣其实是一个慢活，慢工出细活，你得慢慢讲，你不能够着急。哎，但是现在不同，现在要考核，搞政绩，搞政绩怎么办？搞政绩就得快，那看快呢，手上又有钱，那就买吧，就直接就砸钱买。所以你可以看原有的话语体系就开始慢慢的瓦解，因为目标不同了，要求不同了，条件又不同了。那原来为了影响一个人，他可能下半年的功夫去今天送个包子，明天送碗豆浆，用这种方式来慢慢影响他。现在不行了，现在太着急了，我这领导明天就得要，那怎么办？拎着一捆钱进去了，第二天高高兴兴的出来，这件事情搞定了。所以现在原来的话语体系就瓦解，就瓦解。所以大外宣的方式也在改变。来，觉得这个人行，这个人有影响力，那我要搞定这个人，来拎着捆钱进去，搞定他了。然后这个人就第二天就开始帮你说话，在推特上帮你说话。这个大 V 啊，搞定这个大 V，明天又搞定一个大 V，发现哎，我拿着钱我直接砸就是。所以你可以发现他的这个大外宣的方式发生变化，这是第二个。所以这10年8年以来，中国的影响力增加，中国的实力在增加，中国的做事方式也改变了啊，改变了。然后他要的效果也发生了，目标也不同。所以呢，大外宣原有的这种话语体系就开始瓦解。瓦解的后果是什么？瓦解的后果就是外宣跟内宣越来越趋同，它就趋同。它为什么会趋同？核心的问题还是内宣。大家知道，对于中共来说，外宣是什么？外宣基本上是在原有的条件下，外宣是什么？外宣是个非常重要的条件。你要吸收外资啊，你要搞定外国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态度啊，中国不行啊，中国条件不好啊，那怎么办？那搞外宣，搞外宣是化解，化敌为友，目标是这个。但是中国自己觉得自己崛起了，崛起了，那就什么？外宣就不是条件了，外宣变成了一个附属的关系。那什么意思呢？内宣是根本，我关键是搞定我自己的政权的问题。我就经常讲，中共有维护政权有两个核心工具，一个是枪杆子，一个是笔杆子。那笔杆子干什么？维护政权，维护政权。外宣最后把这件事情慢慢就给翻过来，翻成什么呢？它就变成了一个配合内宣的一种需要。所以，当它外宣变成配合内宣的需要的时候，外宣跟内宣不就趋同了吗？这就是楚英为什么提出来，他说你这个对象感不清楚，他对象感是不清楚。当他外宣跟内宣趋同的时候，他其实喊话都是喊给国内听，他觉得外部的条件已经不重要了。原来中国觉得外资很重要，有些话我不能讲，不能让你知道，不能喊出去，喊出去会影响外商投资。他现在觉得我的市场大的不得了，你不来是你的损失。那当然这个时候他很多东西他就外宣的很多规则就没有了，我就随便喊呗，我只要国内听得爽就行。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就是这个领导的问题，领导爱怎么听？原来的领导呢，这个国内国外不一样，你国内呢你怎么骂都没关系，国外呢你得考虑影响。以前我们经常一讲到中国对外关系的时候，就2个字，就是影响2个字。影响是什么？影响就是不能让别人看透你。中共一直在忽悠西方国家，就是忽悠西方国家的目的是什么？制造一个假象，就是让商人来，让其他国家对你产生误判，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所以我们经常听到的一句就是不良影响。影响是什么？影响不就是看法，就会产生看法。他就生怕西方国家看明白他的故事。那现在我都崛起了，你看明白就明白吧，他不在乎这个事情。
当他一不在乎这个事情的时候，那么内宣外宣不就合流？当他一合流的目的不就全部指向国内？只是外宣变成了一个什么呢？变成了一个场景上的应用而已，就是参考消息，摘一段海外的某个这个美国侨报说哒哒哒哒哒，中国人不知道美国侨报是自己办的呀，啊哒哒哒，还以为是外国媒体怎么认为，它就变成一个这样的工具了，它变成一个内宣的工具了啊，所以它趋同就变成了一个必然的结果。好，那外宣的趋势是什么？外宣趋势有几个趋势，第一个趋势叫外宣更加像舆论战或者是信息战，它就变成了它并不完全是说服对方的。原来的外宣是说服对方，化敌为友。现在的外宣的任务是什么？外宣任务要战胜对方，战胜对方给国内看。所以外宣就越来越我们叫信息化战、信息战化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外宣当然我们讲，习近平在他的那次集体学习上提出2条，其实外宣就是2个任务。第一个任务争夺话语权，第二个完成中国的叙述啊，就是讲好中国故事。讲好中国故事当然是把这个西方国家给蒙住啊，其实就是把西方国家蒙住，然后提供这个话语权呢，是你得有地儿讲话去，一个有地方讲话，第二个你讲的话呢能把西方人给骗了，其实讲到底就是一个这样的事。所以但是呢，很清晰的是什么？未来的趋势，外宣会越来越像内宣，而且外宣越来越内宣化，就是外宣最终是要为内宣服务的，这是跟什么有关系？跟现在的局势有关系，好吧？那我们这样第2个主题我们就讲那么多，第3个我们也超时了。第3个讲一下中国上半年的表现，中国经济上半年讲表现跟下半年的展望。为什么？因为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上半年的经济数据，我就不开中药铺了啊，我就大体上评价一下，我快速的评价一下。第2季度国内生产总值 GDP 回落到 7.9%， 那么2年平均就是第2季度的 GDP 实际上增长是 5.5%， 这是以国家统计局为数据啊，为统计数据我们来分析啊。我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在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公布的数据的语境下进行分析，但是我们会有另外一个判断，我们在另外一个环境下判断，好吧？所以就我们不要再提这样的数据的真实的问题啊，因为如果我们只是通过这些数据来分析趋势，而数据本身已经不重要了啊，我们需要的是趋势啊。那么2季度的实际上的刨除去年疫情的这个影响的话，实际上经济增长 5.5% 啊，这是统计局范畴的啊。那么已经接近2019年第4季度的增速，第4季度是 5.8% 啊，它现在是 5.5% 啊，接近2019年啊。那么6月份的数据，我们讲经济状况有3个时间段，一个时间段叫半年啊，就比如说到6月份，或者是到年底。年底呢，通常1月份呢讲的是去年全年，那么通常到了7月份就会讲上半年，那么到了1月份会讲去年全年，就是会以半年为，或者1年半年为年为单位。然后呢，通常的统计数据还有一个时间轴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季度3个月啊，3个月一个季度为单位，还有一个呢是以月度为单位。那么我们时间范围越小，它反映的这个动态性越强；时间范围越长，它反映的这个趋势性更强。所以我今天讲的这个呢，既会讲月度，也会讲季度，也会讲半年度啊。所以呢，你可以看第2季度经济增长就是 5.5% 啊。那么6月份
6月份就是上个月，上个月服务业也有放缓，工业、出口、消费还有半年的投资增长超出预期啊。那么显然，这个整体的半年这个第二季度的增长不如预期。但是呢，下半年的情况，特别是第四季度情况，经济增长的下行的压力明显的增加。原因是什么？原因是有两个啊。第一个，需求在消退啊。那么由于这个发达国家主要是美国和欧洲啊，他们的消费原来的消费是什么？今年的上半年，美国也好，欧洲也好，日本也好，他们的需求是什么？通常是商品需求。需求东西啊，吃东西啊，买东西啊，会开始增加，因为疫情开始慢慢的受控。那么下半年它的需求呢，由这个商品消费变成了服务消费，这种服务消费呢，对商品的要求就开始下降啊，所以呢，明显的中国下半年的出口，特别是第四季度的出口，应该是会放缓，这基本上是共识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房地产。中国现在在全国性的这个严控房价，严控房价会对什么影响？对这个对房地产的投资有影响，这是一个。所以下半年或者第四季度，你会看到房地产受到抑制的影响。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原材料的价格，原材料价格上涨也会抑制实际的需求啊。所以呢，基本上虽然上个星期中国人民银行降低了存款准备金率啊，存款降低啊，但是呢，实际上对下半年的经济的帮助不大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6月份的固定投资，那累计增长是12.6%啊，那么之前是上个季度是15.4%啊。明显的在回落啊，固定资产累计跟2019年相比是增长9.1%，平均2年平均4.4%，这个数字怎么样？非常低啊，非常低。这个是投资非常低的原因有2个，第一个原因就是房地产投资回落啊，第二个原因是什么？第二个原因是这个基建，上半年的地方政府发的专项债发的比较慢，地方政府发专项债比较慢，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地方政府的基建投资就会比较小。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政府用了很多的办法，中央政府用了很多的办法控制地方政府的投资。所以你可以看，包括我们之前讲过，引起很多议论的是什么？比如说这个收这个卖地的收入，卖地的收入现在是由税务局来收，税务局收呢，实际上地方政府融资的这个渠道又少了一个，所以这个影响是蛮大的。包括什么？第三，工业生产放缓啊，那么6月份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9%，那么基本上采矿、制造业、公共事业都放缓。消费整体不理想啊，那么2年平均是增长4.9%，非常低啊，从来没有说。大家想一下，消费如果比经济增长还要低，意味着什么？你经济增长是5.5%，可是6月份的消费增长只有4.9%，说明什么？说明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非常的小啊。然后就具体来看，会有几个关键问题，我就说一下就结束啊。以前呢，中国经济一放缓，就推动2件事，一个房地产，把房地产放出来，另外一个就推动基建。那么这次呢，基建明显是房地产明显是在往回捏，那么基建明显是不行啊。基建明显不行的原因就是专项债的发行。专项债发行为什么会慢？专项债发行慢的原因是银行那边没钱了，所以这次这个准备金率下降，就是因为银行没钱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房地产的
收缩啊，就是房地产当然是因为地方政府啊，地方政府因为中央政府要求地方政府控制房价，那基本上地方政府现在全力在控制房，但是又不能把它捏碎。但是毫无疑问，下半年房地产会带动一系列的回落，包括买地，包括新开工，包括这个房地产投资都会下降。那对下半年的经济影响是非常大。然后就是通胀，上半年这个 CPI 是0.5啊，0.5就非常的低，跟没有通胀一样。原因是什么？当然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猪肉价格的回落带动了CPI 的增长只有0.5%，但是 PPI 是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增长了5.1%，那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个 PPI 比这个 CPI 涨得快得多，那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剪刀差啊，这个叫剪刀差。剪刀差是什么意思？就是工厂生产产品的原材料价格是上升了很多，但是出厂价格就是卖到消费品市场的价格却没有增长。这意味着什么？工厂没钱挣，整个的产业链都没钱挣。那说明什么？说明2个原因。第一个，消费市场非常的疲弱；第二个，企业生产的动力不足，他不愿意生产，因为他生产没钱挣，他这样做了干啥？这就是2个情况。那大体上，所以你可以看到下半年，基本上今年的经济6月份应该是个顶，然后就应该是慢慢往下走啊，大体上是这样。好吧，那我们今天就把今天的3个主题就讲到这里，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现在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么进入互动之后，请大家不要聊天，4个情况、问题、观点、情绪。好，谢谢，明谢。Elena 妈，谢谢。观点：目前美国在台协会正在处长交接，可能只是其中一些交接的事宜而已，以后这种情况会越来越频繁。不知道，这个真的不好说。你要这个处长交接要从美军基地送一个包裹来让他们交接嘛？我不知道是什么交接啊。观点：前2年，《环球时报》等媒体还叫嚣美军机入台之日，祖国统一之时，而今年已经是第2度有美国官方飞机降落，上次是军用运输机，也没见中国兑现自己放出的狠话，只是继续放狠话罢了。面对中国这种欺软怕硬的流氓国家，就得对他更硬啊！绥靖只会养虎为患，让他以为自己有能力挑战世界秩序。这点蛮重要的啊！我之前讲过，很多人以为中国人只是重视面子啊，其实不是的，面子跟里子是有关系的。面子跟里子的关系是什么？互为表里啊，互为表里。面子是一种工具，什么工具？展示工具啊！我们现在中国人讲什么？我说中国传统文化就是欺软怕硬，传统文化。传统智慧是什么？传统智慧就是精准的发现哪个软，哪个硬。面子是什么？面子告诉大家我很硬，不要来搞我。中国人就很清楚的知道，这个人是很硬的，不能碰，甚至我得进贡一下。所以有面子并不是仅仅是虚荣，不是的，有实际的好处的。那些人会没事儿送条鱼，拎一袋大米去，跟着搞好关系。万一有什么好处，有利益的。所以千万不要小看面子，中国人讲究的面子绝对不是出于虚荣，而是有利益在后头的啊。所以
要让他知道谁软谁硬，这个很重要。那你要是当他发现你不行了，你就麻烦了。这之前我们看过这个慈禧的一段话，说他这个做寿，他说如果我们不做寿的话，不办一个体面风光的这个寿的话，是寿宴啊，仪式的话，老外会看不起我们。老外看不起我们的话，我们会麻烦，因为这些老百姓要觉得我们不行了，那我们就麻烦大了。这就是这是有道理的。慈禧这番话是有道理的啊，你不能被人看不起。中国人要是看不起你，那就得爬到你头顶上去，所有人都往你头顶上爬，你再强也不行，你要完蛋。所以必须把这个架子搭起来，让大家知道你是很硬的啊。观点：土共宣传多是白马非马的狡辩，比如人民民主专政，专政其实是独裁专制，按他们的宣传加上民主2个字就不算专制、独裁专制，还有负增长，实际上是下降，感觉还在增长啊。劳动改造本来就是强制性的，加上劳动好像有正面意义，这种话术不仔细思考很难跳出来。但仔细推敲一下，漏洞百出。中共是这个世界上的语言大师啊，他通过语言的改造，词汇的语言，他改造2样东西，一样东西就是名词，它本来是一个这个名词，我们使用的这个名词，他把它这个名词改成另外一个字啊，让这个字赋予一个新的含义，这个含义是他想装进去的。你比如说司令，以前这个部队啊，司令就是司令，司令是什么？司令是最大的官。中共加一个什么员啊？司令员，为什么？因为指战员一加个员呢，哎，好像这个司令的位置下来了。所以中共是语言大师，而且他把这种比如说负增长，明明是下跌，它叫负增长。哎，因为后面还有个增长2个字，它就让你觉得并不是下跌，它只是负增长。这个就是他用这个来偷换概念，影响你的看法，让一些本来比较坏的负面的判断变成一个没那么负面的判断，就是这样。所以这个网友说的非常的对，叫白马非马的狡辩啊。情绪，我以前对政治完全不关切，前几年在大陆工作回台后，才开始对两岸关系产生兴趣。查看各种资料后发现，每派人士都有各自想捍卫的观点以及想守护的情感，好像没有正确答案。渐渐开始了解中间纠结点，没有正确答案，一定有正确答案。为什么？这个世界上一定是有是非曲直的，如果没有是非曲直的话，说明什么？中共的一个狡辩术，这就是一个中共的一个狡辩术。中共其中一个狡辩术就是，其实哪有绝对的对，哪有绝对的错啊？这就是是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的正确答案，就是一个最优方案，就叫正确答案。观点：最近1年，我身边的一部分小粉红思想开始转变，他们还是坚持支持共产党，反对西方，但是他们会对中共自身前后10年的变化感到不满意。落到具体的人的身上，就是对习近平不满。他们虽然挺中共，但是谁也不愿意再回到文革 1.0 的时代。我觉得当然没有一成不变的人啊，他每个人的看法都会基于他当前的处境啊。那么小粉红也是一样，他觉得他过得不错，那当然你让他去做一些什么改变，他没有动力。那有些人可能刚刚挨了中共一铁拳，他马上就态度就马上就变过来。所以这里面小粉红们的立场往往和他们的处境有关。他要去趟医院看趟病试试，
马上就开始反了。所以这件事情大家不必太在意，大家不必太在意。有些事情社会条件一发生变化，很多东西就变过来了啊。所以我觉得这都不是特别重要，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改变的本身，就是中共的改变，这是重要的。我们还是要把这个关注点聚焦在中共本身身上啊。现在微博下面凡是有点不同意见，马上就有人谩骂恨国党，而且谩骂的人数众多，不知道是网络水军还是真有这么想的人。整个舆论环境让人窒息，感觉是没有正常思维的人，长此以往，不知道这个国家会走向哪里。一个政党为了一己之私，不惜戕害民族的致使，让这个民族变得愚昧狂妄，整个环境让人感到绝望。你不必绝望，你看到的不一定是真的啊，没有那么多人，大部分是水军，所以绝望干嘛？没必要绝望啊。观点：本人从事房地产开发10多年，房地产15年以后基本上在收缩，开发量和新项目基本停滞，除了那些有背景的地产商有持续资金注入，也不乐观。搞一级开发的基本没项目没资金，现在基本上是中小型的开发商已经离开市场，现在在市场当中的基本上是超级别的这个投资者啊。提问：请问王老师，中共在20年代成立的时候就带着深深的恶意吗？当然，为什么？那个时候苏共和西方国家的对抗是什么级别？所以它是苏共的分支，你说是不是带着深深的恶意？一定是啊。提问：美国军机几番高调访台，但对比前日美国将网上还有中华民国国旗的贴文删除，形成矛盾对比。请问王老师如何分析这个情况？非常简单。删掉这个有国旗，中华民国国旗，为什么？一个中国的政策，美国不会跟台湾有官方的来往，所以他国旗就删掉，这非常符合我刚才讲的这个情况啊，就是我不能让你有把柄，我不做什么过线的事情，但是我在这一头我会做很多有具体效果的事情。观点：中国国内宣传受德法后现代主义语言哲学和解释学的影响特别大。这种解释学把对事物的认知相对化，认为一套认知体系下对同一事物有不同的解读。OK， 观点：最近接触到台湾的 P2P 金融，透过对方的讲解，让我了解到中小企业对银行的贷款融资上相当弱势。而 P2P 金融能够很大程度帮助中小企业，感觉 P2P 金融在中国直接死亡相当可惜。当然是 P2P 本来是有需求的， P2P 是绝对有需求的，但是 P2P 在中国被玩坏了，为什么？2个字：无能。除了无能没有别的理由。情况：云南陇川发现2例本土新冠肺炎病例，陇川县临时关闭离陇通道，所有人员非必要不进陇川，居民实行居家隔离，并开展第1轮核酸检测。OK， 情况：疫苗目前情况很奇葩，有慢性病、甲亢、荨麻疹等，去打疫苗只是口头告知不可打，但是小孩上学又需要打疫苗，可是没有任何一个单位给出一个适合打疫苗或者不适合打疫苗的文件。现在真的好纠结，疫苗到底哪些人不能打，不得而知，全是为了利益，没有文件，没有依据，没有责任方，只有利益。非常对，这就是中共干事，就这样。观点：英格兰的种族歧视问题比我想象的严重。这一届欧洲杯的英格兰队有很多队员是移民或者是移民的后代，本可以成为英格兰各族裔团结的象征，结果在决赛的点球大战中，3名非洲裔球员罚丢球，
导致英格兰队错失55年以来的第一个冠军。赛后，他们受到铺天盖地的种族歧视辱骂，这暴露出社会安定祥和的背后，仍然藏着深深的种族歧视的问题。作为华裔的我，更应该为少数族裔受到不公发声，就像去年一样一昧的指责，而非像去年一样一昧的指责 BLM 运动啊。好 ，OK， 你能帮他发声非常好啊。情况：紫光集团破产重组是紫光集团主动的行动，并不是被债权人逼迫的。紫光之前的借贷都转移到优质资产实体中并切割了。这次申请破产是那个空壳的集团公司，是吗？好像不是吧？好像是被银行申请的吧？紫光集团，我印象中是被一家银行申请破产，不是他自己主动申请。没有一家公司会自己主动申请破产，可以申请破产保护的是西方国家。你说这个一定要有具体的情况，不能这样讲啊。情况下放行政权开始显微了。天津曲艺艺术家杨少华之子杨怡，为了保护家族博物馆的利益，跟街道办书记发生了冲突，现场出现了大量的保安。杨怡质问街道办：“你是什么组织？黑社会？”无一人作答。情绪从10多年前每年都听说中共要完蛋，如今中共不仅没有完蛋，似乎越来越强大，现在感觉麻木了，除了离开这个国家没有别的选择，感觉50年之后中国还是这个样子。我一直认为中共没那么容易完蛋啊。提问：美国国务院发布副国务卿谢尔曼亚洲行程，7月18号到25号赴日本、韩国、蒙古，未提中国。请问王老师，副国务卿的中国之行也泡汤了吗？他原来计划去中国吗？我不知道。他泡汤不知道，如果他想去的话，应该有安排啊，我不清楚啊。提问：香港、澳门的政界和商界有很多私人互动，如富商的婚礼、葬礼也会有政府高官甚至行政长官出席。大陆似乎没有这样的现象，请问王老师，这种文化对社会是好事还是坏事？如果你有问这样的问题，说明什么？说明我们对一个社会的运行规则不了解啊。社会运行的规则是什么？社会运行的规则，无论是政界还是商界，还有社会名流，他们需要出来做什么？他们需要出来做这个社会期望他做的事情，我们叫符合社会的期望。就是说，公众人物需要他的行为和表现要符合社会的期望。你比如说，当年我去这个香港烟草公司上班，第一天，这个香港烟草公司的老板去世了，叫何英杰，去世了。然后就是去世之后，他就会安排一个这个治伤委员会，然后安排一个场景，这个场景是什么？就当然是在香港烟草公司啊。那么社会的公众人物就会跑到这个地方来吊唁。吊唁是什么？就是符合公众的期待，因为有一个这样的重要的人物去世了，那么社会公众希望这些公众人物去吊唁，代表社会公众去表达他这个行为，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为什么叫社会名流？社会名流讲的是什么？讲的是社会公众期待他代表社会公众做这件事情的人，就这个意思，理解吗？所以你说是好事还是坏事？当然，请客吃饭，关起门来是另外一件事。我们讲的全是在镜头之下该做的事情啊。提问：我在某公立学校，这里非常人浮于事，无人关心教学，还要求我们承担很多教学以外的工作，没有任何报酬。而且我们非常讨厌体制内你死我活、虚伪阿谀的作风。
这些现象，目力可见的时间内不会改善。现在有朋友的一个合作办学项目邀请我去尝试，工作内容适合我，但是前途不明朗。而且王老师最近一直奉劝大家珍惜岗位，请问王老师，我在有一定经济基础的情况下，你觉得辞掉公立学校是个好选择吗？如果你是个私校的话，我劝你谨慎一点。共产党对教育开始捏得越来越紧。那么民办教学这件事情，别说民办教学，就是国际学校的空间都非常的小。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谨慎一点为好。你看看私校现在倒了多少？你先看那个什么教培行业，基本上你可以看到是一个非常，怎么说呢？教培行业现在是我们不能说灭顶之灾吧，但是肯定是一个，非常凄惨的场景是没有疑问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一定要谨慎一点情况提问。日本最新防卫白皮书将台湾从中国地图上删除，是否可请王老师解读一下这个最新的发展？日本已经非常明确了就是要配合美国，就是协防台湾日本的最新的国防白皮书很清楚，你看那一匹马，一个将军那么日本已经在这个问题上已经明确的表态。至于说这个地图删除，我没有看到那个原来的地图也许是故意的吧，我认为可能是故意的吧观点，中共可能确实还处于上升期，那我不同意。中共肯定不是在上升期，我认为拐点已经出现了无论是从经济，从政治他在干什么？他在走回头路所以他的政治是越来越贪腐黑暗，这肯定是政治是往下走。经济拐点已经出现了，从2018年已经开始出现拐点2019年已经确认经济是往下走下坡路。中国和西方的关系，中国和各外部的关系越来越恶劣，中国的外交处于一个空前的孤立的状态。那么中国的国运它已经用完了。然后你从人口的问题从经济的周期各个领域来看，中国都不是上升，一定是下降一定是下降。好，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